明明看别人买基金赚得盆满钵满，忍不住跟着冲进去，结果第2年市场大跌，等到了第3年吓得不敢动，却眼睁睁看着股市又悄悄反弹。其实啊，这不是我们运气不好，也不是能力不够，而是没看懂市场里那只无形的手周期。今天咱们就来聊聊霍华德·马克思的《周期》这本书。马克思是谁？他创办的橡树资本，20多年平均年化收益高达 19%， 跟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撒韦有得一听，和每次收到马克思的投资备忘录，都是第一时间打开阅读。这本书没讲那些复杂的数学模型，它只告诉你一件事：周期不是什么玄学，它是我们投资路上的导航仪，周期就永远存在。真正懂得周期的人才能在市场里少踩坑，多赚钱。你可能想问，我就想简单买个理财，为啥非得懂周期？其实周期离我们一点都不远，你买的基金背后可能投了债券、房地产，他们又受信贷周期、房地产周期影响，甚至你存的银行理财，收益高低都跟经济周期挂钩。比如2020年疫情，经济冷下来，央行降息；2023年经济回暖，利率又慢慢往上飙。你看，这就是周期在悄悄起作用。周期会直接决定我们赚钱的概率。马克思在书里举了个例子，他做垃圾债投资时发现，经济好的时候连资质差的公司都能轻松借到钱，大家觉得风险不存在，这时候去买垃圾债，后面大概率会亏。但经济差的时候，好公司的债券都没人要，这时候入手反而能赚大钱。说白了，周期的核心不是让你去猜涨跌，而是让你看清你现在站在周期的哪个位置。站在不同的位置，你赚钱的概率那是天差地别。很多人对周期有个误区，总觉得这次不一样。2000年科技股泡沫时，有人说互联网是新范式，股价不会跌。2007年次贷危机前，有人说房价永远涨。2021年新能源热潮时，又有人说这是未来趋势。但结果呢？周期一次次打脸那些自以为是的人。大涨之后必有大跌，大跌之后必有大涨，从来没例外。所以咱们今天读周期，不是为了精准预测明天的市场，而是为了搞懂周期到底有什么规律。经济、情绪、股市这些周期怎么互相影响，以及我们该怎么根据周期调整自己的钱袋子。接下来咱们就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入手，为什么投资必须研究周期？打这个根扎稳了，后面才能真正看透周期的规律，找到应对的方法。刚才我们聊到，周期就像市场的无形之手，不管你买股票、基金还是理财，都绕不开它。可也许你还会疑惑，我就想安稳赚点小钱，种得着花功夫研究周期吗？今天咱们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说清楚，不是要不要研究，而是不研究周期，你根本赚不到安稳钱。首先得明确一个核心认知，投资的本质是用现在的钱，但未来不是一成不变的。有时候赚钱容易，有时候赚钱难，而决定这容易还是难的关键就是周期。马克思在书里打了个特别形象的比方，投资就像在赌场里下注，有时候牌对你有利，赢钱概率大，有时候牌对你不利，输钱概率大。而周期就是告诉你赢面有多大的那个导航仪。马克思自己做高收益债投资，也就是咱们常说的垃圾债时，就经历过2次截然不同的市场环境。第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初，美国经济特别好，企业赚钱容易，银行抢着给企业放贷，便那些资质差、还款能力弱的公司都能轻松发债融资。那时候市场生意人都觉得垃圾债风险小，收益高，纷纷抢购，价格被推得很高。
当时买一只垃圾债，年化收益才 5%， 可一旦企业违约，这种时候赢面其实很小，他们就坚决不买。没过2年经济降温，一批企业还不上钱，垃圾债违约潮爆发，一些追高买入的人亏得一塌糊涂。另一次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，情况完全反过来，银行怕担风险，连好公司的贷款都不敢放，垃圾债都是没人要，价格跌得离谱。原本100元面值的债券跌到50元都没人买。马克思团队算了算赢面，这时候买一只垃圾债，只要企业不违约，到期能拿回100元本金，年化收益能到 20%。 就算有少数企业违约，扣掉亏损，整体收益还是很可观。他们果断重仓买入。后来经济回暖，企业违约减少，债券价格涨回面值，这一波他们赚了大钱。你看，同样是垃圾债，结果却天差地别，核心就是周期位置不同，赢面不同。这就是研究周期的第一个理由。周期决定了投资的胜率，你得在胜率高的时候多出手折腾，才能不做那些吃力不讨好的事。你可能说，我不碰垃圾债，就买稳健的基金。其实啊，更要看。就拿大家最熟悉的股票型基金来说，2021年年初，北股抗业板指市盈率涨到了70倍，处于历史 95% 以上的高位。这时候周期告诉你，因为股价已经扣支了未来的盈利，后面跌的概率更大。但当时很多人看着前一年基金涨了 30%、50%， 觉得还能涨，就跟风买入。结果呢，2021年下半年到2022年，创业板只跌了 40%， 基金也跟着亏了不少。反过来，2022年10月，北股沪深300指数市盈率跌到10倍，处于历史 10% 以下的低位。这时候周期告诉你，胜率很高，后面涨的概率更大。但那时候很多人被之前的下跌吓怕了，不敢买。结果2023年年初跌股反弹，又错过了机会，这就是很多人投资亏钱的根源。不懂周期就会在胜率低的时候冲进去，在胜率高的时候退出来。马克思在书里吐槽过这种现象。大多数投资人就像跟着潮水走的鱼，潮水涨的时候跟着往上冲，从来没想过潮水什么时候会转向。而研究周期就是让你跳出跟风，看清潮水的方向。除了胜率，周期还决定了投资的赔率，也就是赚的时候能赚多少。还是拿股市举例，牛市的时候，周期处于上行阶段，企业盈利涨，大家情绪乐观，股价不仅会涨，还会超预期的涨。这时候买股票赔率很好，赚 10%、20% 很常见。但熊市的时候，周期处于下行阶段，企业盈利跌，大家情绪恐慌，股价不仅会跌，还会超预期的跌，亏 10%、20% 也很常见。更关键的是，周期的赔率是不对称的。在周期底部买，就算短期再跌一点，后面涨回来的幅度会更大。在周期顶部买，就算短期再涨一点，后面跌下去的幅度会更狠。比如2008年买股票，就算买在10月的底部后，不是又跌了 10%， 但2009年一年就涨了 70%。而2007年买股票，就算买在10月的顶部前，股市又涨了 10%， 但2008年一年就跌了 60%。 这就是研究周期的第二个理由，周期决定了投资的赔率。在做的位置买，会以大风险博小收益，甚至亏本。看到这，可能有人会问，那我研究周期是不是就能精准预测明天涨还是跌？这就错了。马克思在书里反复强调，是为了调整仓位。在胜率高赔率好的时候，多配点进攻性资产；在胜率低赔率差的时候，多配点防守性资产，比如债券、现金。
就像开车的时候，你不用精准预测下一个弯道在哪里，但你得知道前面是上坡还是下坡，上坡的时候踩刹车。投资也是一样，你不用精准预测明天的市场，但你得知道现在处于周期的哪个阶段，然后调整自己的资产配置，这才是研究周期的核心目的。总结一下，为什么投资必须研究周期？因为周期决定了投资的胜率和赔率。在周期的有利位置，你赚钱的概率大，赚的钱可能多；在周期的不利位置，亏的钱可能多。不懂周期，就像蒙着眼睛开车，就算偶尔走对路，早晚也会出问题。而要想用好周期这个导航仪，我们得先搞懂周期的基本规律，它不是杂乱无章的，而是有迹可循的。接下来咱们就进入第二部分，探探周期有哪3大核心规律。搞懂了这些规律，你就能第一眼看穿周期的股价，后面再分析具体的经济周期、情绪周期，就会轻松很多。搞懂了为什么必须研究周期后，咱们得进一步拆解周期的股价。它不是杂乱无章的波动，而是有3条铁律在背后支撑。这3条规律就像周期的递烟，不管是经济周期还是房地产周期，都逃不开这3个逻辑。搞懂它们，你再看市场波动就不会觉得混乱，反而能看出章法。第一条规律，周期永远不走直线。俗话说，前途是光明的，道路是曲折的。这句话用在周期上再合适不过。马克思在书里画过一张很经典的图，一条代表长期趋势的直线，比如经济每年平均增长 2%， 另一条是围绕这条直线上下波动的曲线。他特别强调，任何事件的发展都不会是一条直线，就像爬山不会笔直向上，总会有停顿后退，然后再继续向上。就拿美国经济来说，过去几十年长期趋势是年均增长 2% 左右，但每年的实际增速会围绕着的数波动。经济好的时候能涨到 4%， 比如2021年美国从疫情中复苏， GDP 增速达到 9%， 经济差的时候会跌到负数，比如2020年疫情爆发时 GDP 跌了 3%。中国经济也是一样，长期趋势是增长，但中间也有增速放缓甚至短期调整的时候。关键是这种曲线波动不是随机的，而是涨中藏跌，跌中藏涨。上涨的时候其实已经在继续下跌的能量，比如2020年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大跌，看起来很糟糕，但正是这次大跌让各国出台了宽松政策，为2021年经济反弹很猛，又为2022年的加息和经济降温埋下隐患。咱们投资时最容易犯的错，就是把短期曲线当成长期直线，看到经济连续涨了2年就觉得会一直涨，盲目加仓；看到股市连续跌了3个月就觉得会一直跌，恐慌割肉。而这条规律提醒我们，别被短期波动迷惑，要看到涨会转向涨的本质，这样才不会在高点追，低点卖。第二条规律，周期不会相同，只会相似，但会重复过程。很多人研究周期时会陷入一个误区，总想找到和上次一模一样的周期，比如算上次熊市跌了18倍元，这次是不是也会憋这么久？上次牛市涨了3倍，这次是不是也能涨这么多？干马克思说，周期的涨跌方向会重复相似的模式，但涨跌的幅度、时间、触发因素每次都不一样。就拿美股的牛市来说，2007年的牛市是靠房地产和重工业驱动，涨到6124点跌下来用了1年。2015年的牛市是靠杠杆资金驱动，涨到5178点跌下来只用了3个月。2021年的结构性牛市是靠新能源和消费驱动，没有普涨，跌下来是缓慢回调。这3次牛市的细节完全不同，
但过程却很相似，都是从少数人看好到多数人跟风，再到疯狂追涨，最后泡沫破裂。2008年熊市也是因为次贷危机，2018年熊市是因为贸易摩擦，2022年熊市是因为美联储加息，但每次熊市的过程都相似，都是从少数人探空到多数人捧荒，再到割肉出逃，最后跌透见底。这条规律的核心价值在于，别纠结这次和上次有什么相似，比如是不是所有人都乐观了，是不是资产价格涨得脱离基本面了，是不是信贷已经宽松到极致了，这是判断周期位置的关键。就像马克思说的，你不用记住上次熊市跌了多少点，只要记住所有人都怕的时候往往是底部就够了。第三条规律，周期少走中间，钟摆很少停在中间，总是摆向两端。这是周期最核心也最反直觉的一条规律。马克思用钟摆抵喻周期，投资人的情绪、市场的估值、信贷的松紧，就像钟摆一样，在两个极端之间摆动，从贪婪到恐惧，从高估到低估，从宽松到收紧。钟摆待在中间理性区的时间，比你想象的要短得多，大部分时间都在往极端走，或者从极端往回摆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投资人的情绪。2021年新能源热潮时，大家对新能源股票的情绪摆到极度贪婪，不管公司有没有盈利，只要沾上新能源概念，股价就往上涨，市盈率能炒到100倍以上。2022年新能源回调时，情绪又摆到极度恐惧，就算公司业绩还在增长，市盈率跌到20倍以下，其实公司的基本面没那么大变化，变的是情绪的钟摆。2007年次贷危机前，信贷摆到极度宽松，银行不用看收入证明就能给没工作的人放房贷。2008年危机后，信贷又摆到极度收紧，就算是优质企业想贷点款也要层层审批。中间的适度宽松只在2009年短暂停留过。这条规律给我们的警示最直接，当市场走到一个极端时，别觉得会一直停在这里，钟摆一定会往回摆。比如看到大家都在抢某类资产，就要警惕是不是快到贪婪的极端了；看到大家都在弃某类资产，就要思考是不是快到恐惧的极端了。马克思在2007年市场顶部时写过一篇备忘录，标题就是一切都好，里面列了10个大家觉得不会出问题的理由。最后他说，当所有人都觉得不会出问题时，问题往往就快来了。后来的次贷危机完美印证了这句话。这3条规律合在一起，就构成了周期的基本框架。它是曲线波动的，会重复相似的过程。搞懂这3条，你就掌握了分析周期的通用语言。不管后面我们分析经济周期、情绪周期还是信贷周期，都可以用这3条规律去套。它现在是在曲线的哪个位置？它重复了历史上每次周期的过程，它是不是已经走到极端了？要把这3条规律用在实际投资中，我们还得进一步拆解具体有哪些周期在影响我们的钱袋子。比如经济周期决定了大环境，情绪周期决定了市场热度，信贷周期决定了借钱容易程度。接下来咱们就进入第3部分，把这9种关键周期分门别类讲清楚，让你看到不同周期怎么联动，又该怎么应对。搞懂了周期的3大规律后，咱们得落地到具体场景，到底哪些周期在影响我们的钱袋子。马克思在书里把关键周期分成周期，每类3种，这9种周期不是孤立的，而是像齿轮一样互相咬合，一起推动市场波动。咱们一个个拆，用大白话讲透。第1类基本面周期，经济、政府、企业的底层逻辑。这类周期是地底下的根，它决定了市场的长期趋势。就像种地，经济是土壤，政府是天气调节，企业是庄稼。
是信仰。天气合不合适，直接决定庄稼长得怎么样。基本面周期的第一种是经济周期。经济周期的核心是 GDP 增长。长期来看，基本面主要靠人口和生产率。比如中国过去20年经济高速增长，能干活的人多，那是靠技术进步。比如制造业升级，现在增速放缓，也是因为人口老龄化，生产率提升变慢。这是因素变化慢，就像土壤节力，几年甚至10几年才变一次，决定了经济长期是向上走还是向下走。短期来看，经济受存货影响，经济好的时候，企业觉得需求会一直涨，拼命生产，结果存货堆太多，后面只能减产。经济差的时候，企业不敢生产，存货卖光了，又得补库存，经济又回暖。比如2023年国内消费复苏，家电企业一开始不敢备货，后来发现卖得好，赶紧增产，这就是存货带动的短期波动。咱们不用记复杂的 GDP 数据，只要知道经济不会一直好，也不会一直差，长期向上，但短期会上下跳，这就是经济周期的本质。基本面周期的第二种是政府调节周期。政府就像园丁，经济太热了，比如通胀高就浇水降温；太冷了，比如失业多就施肥升温。主要靠2大工具，一是货币政策。2020年疫情时央行降息，企业借钱成本低就能多投资。2022年通胀高，央行加息，借钱成本高，企业就不敢乱花钱。那是财政政策，政府花钱减税。比如2023年政府发消费券，给企业减税，就是让企业多赚钱多雇人。但要注意，政府也会失手，比如2000年美联储降息太猛，钱太多了，大家都去炒房地产，最后催生了次贷危机。2021年有些地方政府刺激过动，又导致通胀起来。所以政府调节不是万能药，也会给周期添波动。基本面周期的第三种是企业盈利周期。企业盈利是经济周期的放大镜。经济涨 10%， 企业盈利可能涨 20%， 经济跌 10%， 企业盈利可能跌 20%。 原因是2大杠杆，一是经营杠杆，企业有固定成本，比如厂房设备，收入涨一点，利润就涨很多，收入跌一点。比如一家工厂固定成本100万，收入200万时利润100万，收入涨到220万，利润就涨到120万，收入跌到180万，利润就跌到80万。二是财务杠杆，企业借的钱越多，利润波动也越大。2022年地产公司暴雷，就是因为之前借太多钱，房价跌一点，利润就亏光了，抬不上利息。所以看企业盈利，还要看杠杆高不高。杠杆高的企业盈利涨得猛，但跌得也狠，风险更大。咱们再来看第二类，心理周期。投资人的情绪钟摆。如果说基本面周期是硬件，心理周期就是软件。就算经济企业都好，大家情绪差，暂之情绪好的时候，就算基本面一般，市场也可能疯涨。心理周期的第一种形态，马克思最经典的比喻就是钟摆。投资人的情绪永远在贪婪和恐惧之间摆动，中间的理性只停留一瞬间。这题表现太常见了，
贪婪时别人都在赚，我不买就亏了，这是新趋势，永远涨。2021年新能源基金火的时候，有人借钱买，觉得能涨1倍，恐惧时再跌就没了，赶紧卖，再便宜也不买。2022年 A 股跌的时候，有人割肉卖基金，哪怕亏了 30% 也认了。最讽刺的是，情绪最贪婪的时候，往往是周期顶部。比如2021年新能源，情绪最恐惧的时候，往往是周期顶部。比如2022年10月的别过的地方别去，但到了投资里却总跟着情绪走，这就是心理周期的陷阱。心理周期的第二种形态是风险态度周期。很多人以为高风险高收益，风险的本质是损失的可能性，不是波动。周期会改变大家对风险的态度。市场好时，大家觉得风险是朋友，敢买高风险的资产。2007年次贷危机前，银行敢给没工作的人放房贷，因为觉得房价不会跌，风险不存在。大家觉得风险是敌人，连低风险的资产都不敢买。2008年危机后，有人连国债都不敢买，觉得银行会倒闭，钱取不出来。这条周期的核心提醒我们，最危险的时候是大家觉得没有风险的时候，最安全的时候是大家觉得全是风险的时候。比如2023年大家都怕美联储加息，不敢买美股，但其实加息快结束了，后面反而涨了。这就是利用风险态度周期赚钱的机会。最后我们来看第三类，市场周期、信贷、房地产、股市的具体玩法。这类周期是国基本面和心理周期的变化。咱们每天关心的股市、房价、理财收益不受这3种周期影响。市场周期的第一种是信贷周期，它是借钱容易程度的周期。信贷周期是经济的血脉，企业借钱容易就能扩大生产，大家借钱容易就能买房消费，反之经就会凉下来。它的核心是窗口大开和猛然关闭。窗口大开时，银行抢着借钱，利率低，审核松。2020年疫情后，企业发债很容易，连资质一般的公司都能发债，大家买房首付比例低，利率也低。窗口关闭时，银行不借钱，利率高，审核严。2022年美联储加息后，企业发债难了，就算发出来，利息也比之前高很多，大家买房首付比例提高。马克思说，信贷周期是周期之王，它能放大经济的涨跌。比如2007年信贷宽松推高房地产，2008年信贷收紧又戳破泡沫。咱们投资前可以先探探，现在借钱容易吗？容易的话，市场可能快到底部了。市场周期的第二种是房地产周期。房地产周期变化慢，但很核心，因为建设慢。它有3个特点：一是建设周期长，从拿地到交房要3、5年，等建好时需求可能已经凉了。比如2018年很多房企拿地，2021年交房时，市场已经冷了，房子卖不出去。大是开发商一窝蜂，大家都觉得能赚就一起建。比如3、4线城市的空城，就是开发商一起拿地，一起建房，最后没人买。马克思在书里举了个例子，阿姆斯特丹某地段的房价扣除通胀后350年才涨1倍。房地产也有周期，咱们买房买地产基金前，要想现在是大家都抢着买，还是大家都不敢买，别被永远涨的说法骗了。市场周期的第3种是股市周期，它是集所有周期于一身的周期。股市也是周期的万花筒，经济、信贷周期的变化都会反映在股市上。它有3个特点：一是牛市3阶段，进而导致部分人看好转为中涨，最后所有人看好导致大涨，结果是大家疯狂追。二是熊市3阶段，首先是少数人看坏会小跌，
进而导致部分人看坏，导致大跌。三是涨慢跌快，牛市像充气慢慢涨，熊市像放弃快跌。2020年疫情跌只用1个月，涨回来股票基金。别只看今天涨了多少，要想现在是牛市第几阶段，大家是不是都疯狂了？如果是就要谨慎，如果大家都怕呢，反而可以关注。这9种周期不是各玩各的，而是互相影响的。经济好会导致企业盈利好，从而使大家情绪乐观，然后信贷宽松推动股市上涨和房价上涨。反之，经济差会导致企业盈利差，形成大家情绪恐慌，然后信贷收紧，最后导致股市跌房价跌。看懂这种联动，你就不会孤立地看股市涨了，房价跌了，而是能找到背后的周期逻辑。比如2023年猎股反弹，就是因为经济复苏，大家情绪回暖，信贷宽松，三者一起发力，而知道了哪些周期在起作用，下一步就是怎么应对。比如现在信贷宽松，情绪还没到极端，下一部分咱们就讲实操应对周期的3步关键动作，让你把周期逻辑变成赚钱的方法。前面咱们拆透了9种周期的逻辑，知道经济、情绪、市场是怎么联动的，但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光懂没用，怎么根据周期调整自己的钱袋子。马克思在书里把实操方法浓缩成3步，有实、有胆、有备，这3步环环相扣，缺一步都可能白忙活。第1步有实，给市场量体温，搞懂现在在周期的哪个位置。有时不是让你预测明天涨还是跌，而是让你判断现在是周期的哪个阶段，是顶部、台系中间。就像医生给病人量体温，不用知道病啥时候好，先知道发没发烧，怎么量体温。马克思给了2个简单又好用的维度。第一个维度是估值水平，看资产价格和基本面的匹配度。比如看股市，就看市盈率、市净率在历史上的位置。如果 P/E 处于历史 90% 以上的高位，说明股价涨得突于 10% 以下的低位，说明股价跌得太狠，可能在周期底部。2022年10月，美股沪深300指数 P/E 跌到9.8倍，处于历史 8分位，这就是体温过低的信号，后面反弹的概率很大。2021年年初， P/E 涨到16倍，处于历史 85分位，就是体温过高，后面跌的概率大。看房地产也一样，比如判房价收入比，也就是房价除以家庭年收入，如果比历史平均水平高 50%， 说明房价太贵，可能到顶；如果比平均水平低 30%， 说明房价便宜，可能到底。咱们不用算复杂数据，很多财经 PP 都会直接给出这些指标的历史分位，一看就懂。第2个维度是情绪指标，看大家的行为是不是走极端，比如看基金申购赎回情况。如果新基金发行火爆，大家都抢着买，说明情绪贪婪，可能到顶。如果基金赎回潮爆发，大家都怕了有买，说明情绪恐惧，可能到底了。2021年新能源基金募集时，有的基金一天就卖了几百亿。2022年很多基金净值跌了 20% 以上，赎回量翻倍，这就是恐惧信号。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，看身边人的反应。如果连菜市场大妈不再聊股票买基金，说明快到顶吗？如果没人敢提投资，说明快到底了。马克思说，市场的极端状态从来不是靠数据算出来的，有时的核心是别被短期波动迷惑，要盯着估值是不是极端，情绪是不是极端这2个信号。只要这2个信号没到极端，就不用慌，一旦到了极端，就要准备调整仓位，这是应对周期的基础。第2步有胆逆向操作，别人贪婪，我恐惧。搞懂周期位置后，最考验人的是敢不敢行动。
很多人明明知道现在是底部却不敢买，明明知道现在是顶部是舍不得卖，这就是缺胆。马克思在书里分享过自己的逆向操作经历。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后，市场一片恐慌，债券价格跌得离谱，100元面值的债券跌到50人都没人要。当时他的团队每天收到客户的赎回申请，大家都怕还会变，想把钱取出来。但马克思算了一笔账，这些债券的发行方大多是优质企业，只是暂时遇到资金困难，只要企业不倒闭，到期就能拿回100元本金，年化收益能到 20%， 他顶住压力，不仅不赎回，还说服机构客户追加投资，每周花5亿美元买债券。后来经济回暖，债券价格涨回面值，这一波他赚了大钱。反过来2000年科技股泡沫时，大家都在抢买互联网股票，连没盈利的公司股价都涨了10倍。马克思团队觉得估值太离谱，坚决不买，还把手里的科技股卖了。后来泡沫破裂，科技股跌了 80%， 逆向操作难在哪？难在熬，买了可能还会跌。2008年马克思买了债券后，股市又跌了 10%， 客户天天打电话质疑。2000年卖了科技股后，股市又涨了 20%。有人说他错失机会，但他靠对周期的信心熬了过去。怎么培养胆？马克思给了的建议，别追求买在最低，卖在最高，只要买在相对低，卖在相对高就够了。比如你判断现在是底部，分3到6个月慢慢买，判断是顶部，也不用一次性清仓，这样就算短期看错，也有调整的余地，不会因为怕错而不敢行动。第3步，有备，做好出错的准备，别把鸡蛋放一个篮子里。就算你有时又有打，也不能保证每次都对。周期有随机性，人不是神，总有判断错的时候。可能你判断现在是底部，结果因为突发政策外部冲击又跌了 15%。 这时候有备就很关键，做好风险控制，别让一次错把之前赚的都亏回去。有备要做好3件事。第一件事是留安全边际，买资产时价格要比内在价值低很多。比如一只股票，你算出来它值10元，就别10元买，就算后面再跌，也跌不到哪里去。马克思说，安全边际就像汽车的安全带，平时用不上，但出事时能救命。2022年买消费股的人，如果留了 20% 的安全边际，就算股价再跌 30% 以上。第二件事是分散投资，也把所有钱都投一种资产。比如你有100万，别全买股票，30万股票，30万现金，10万黄金。这样就算股市跌了，债券可能涨，现金能防身，不会因为一种资产跌而满盘皆输。马克思管理的基金从来不会把超过 20% 的钱投在一类资产上，就是为了应对周期的不确定性。第3件事是控制杠杆，别借钱投资。很多人觉得加杠杆能赚更多，但周期下跌时，杠杆会放大亏损。2022年有人加3倍杠杆买股票，股市跌 30% 就爆仓，本金亏光。如果没加杠杆，就算跌 30%， 还有 70% 的本金，后面还有机会回本。马克思说，杠杆是把双刃剑，涨的时候帮你赚更多，跌的时候帮你亏更快。普通人接好别胖，有备的核心是别把投资当成赌一把，就算一次判断错，也能靠风险控制活下来，等下一个周期机会。巴菲特说，投资最大的秘诀是活下来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这3步实操，有时是基础，有胆是关键，有备是保障。但咱们得清醒一点，就算把这3步都做到位，也不能保证每次都赢。周期有局限性，人不是神，
下一部分咱们就聊聊应对周期时哪些坑容易踩，怎么接受不完美，在周期里长期活下来。前面咱们聊完了应对周期的3步实操，你可能觉得只要我做到有时、有胆有备，是不是就能在周期里稳赚不赔？但马克思在书里反复提醒一个反常识的真相，就算你把周期规律摸得再透，实操步骤做得再到位，应对周期也有绕不开的局限性。你不可能每次都对，也不可能精准踩中每一个节奏。这部分咱们就把局限性说透，不是要避免大家陷入懂周期就不会亏的误区，保持清醒的心态。第一个局限，你再懂周期，也可能过于超前，反而成了错。马克思在书里讲过一个让他印象深刻的案例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美国科技股开始升温，有一批谨慎的投资人通过估值计算，发现科技股的价格已经远超盈利支撑，于是早早开始盼空卖出科技股。从周期逻辑上看，他们完全没错，科技股确实在积累泡沫，早晚会跌。但问题是，泡沫没那么快破，科技股又接着涨了3年。那些看空的投资人因为业绩大幅落后于市场，客户天天质疑你是不是不懂新趋势，最后被迫赎回基金。很多人没等到泡沫破裂的2000年就已经退出了市场。马克思把这种情况称为过于超前的投资，和错误没有区别，因为周期的时间维度是不确定的，你能判断现在是顶部区域，但不知道顶部会持续多久。就像2022年10月，很多人判断 A 股到了底部开始买入，但市场又横盘震荡了4个月，期间有人熬不住，怎么还不涨又割肉离场，结果刚卖完，2023年年初就反弹了。咱们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就是把周期方向和时间节点划等号，以为判断对方向马上就能赚钱，但实际是周期的方向能判断，你可能对了方向却输了时间，最后因为熬不住而放弃。这不是你懂不懂周期的问题，周期本身的时间不确定性注定了没有人能精准踩中每一步。周期有随机性，黑天鹅会打乱你的判断。马克思在书里引用过伦敦商学院教授埃尔罗伊丁伍松的话，风险意味着可能发生的事情比将会发生的事情多。这句话的意思是，周期有规律，但不代表没有意外。总有一些黑天鹅事件是你研究周期时根本想不到的，他们会突然打乱周期的节奏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疫情。2019年底，很多机构分析2020年经济会温和复苏。从周期规律上看，这个判断没问题。当时经济处于复苏阶段，信贷宽松，企业盈利好转。但谁也没想到，疫情突然爆发，全球经济按下暂停键，股市1个月内跌了 30%。之前的周期判断全被打乱。那些按照复苏周期布置的投资人，就算步骤再对，还有2022年的美联储加息。2021年底，多数人以为加息会温和进行，但通胀超预期，美联储被迫大幅加息。全球股市债市会企稳的投资人也因为这一突发变化亏了钱。周期规律是大概率，但不是必然。你能通过研究周期提高赚钱的概率，但不能排除小概率的黑天鹅。就算你做好了有备的风险控制，比如分散投资，有安全边际，也只能减少损失，不能完全避免损失。这就是周期的随机性局限，谁也绕不开。第3个局限，人的能力有边界，你不可能永远理性应对。周期的核心是反人性，在别人贪婪是恐惧，在别人恐惧是贪婪。但咱们都是普通人，不是机器，就算你懂周期规律，也可能因为熬不住而偏离计划。马克思自己也承认，
他管理基金几十年，也有过因为情绪波动而犹豫的时候。比如2008年买债券时，客户每天打电话质疑你是不是疯了，他也有过是不是我判断错了的动摇。2015年 A 股牛市时，身边人都在赚快钱，他也有过是不是该多配点股票的冲动。只不过他靠多年的经验和纪律把这种情绪压了下去，但普通人很难做到。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，你不可能永远保持对周期的敏锐。比如连续几年赚钱后，你可能会骄傲觉得我已经掌握周期了。2021年很多赚钱的基金经理2022年亏得更多，就是因为太自信，忽略了周期的转折信号。反之，连续几年亏钱后，你可能会沮丧，觉得周期根本没用，反而放弃之前的方法。2022年很多人割肉基金后，2023年又错过反弹，就是因为被亏损打击了信心。这就是人的能力边界直线。你可以通过学习提高应对周期的能力，但不可能消除人性的弱点。周期的应对本质上是人和自己的博弈，把这场博弈里没有人能永远赢。看到这，可能有人会问，既然应对周期有这么多局限，那研究周期还有意义吗？研究周期不是为了每次都对，是为了少犯错不爆仓。你接受了这些局限，就不会因为一次判断错而否定周期，也不会因为一次成功而骄傲自满。你会知道周期的应对是长期游戏，只要能在大部分时候判断对方向，活过一次又一次周期波动，最后就能赚到钱。而更重要的是，这些局限还会让你明白，成功本身也不是永久的。就算你靠周期赚了钱，也可能因为过于自信，在下一个周期里亏回去。这就引出了咱们下一部分要聊的话题，成功本身也有周期，怎么避免成功变成失败的种子，在周期里做长期赢家。往年咱们聊到应对周期有局限，也可能因为疏忽栽跟头，但马克思在书里抛出了一个更反常识的观点，不光经济股市有周期，成功会悄悄孕育失败的种子，而失败反过来也会铺垫成功的机会。很多人以为成功能复制，但事实是，越成功的地方往往越容易藏着翻车的风险，越没人看好的地方，这部分咱们就把这个成功周期的逻辑拆透，搞懂为什么赢着赢着就输了，又为什么输着输着就赢了。首先得搞懂成功为什么会孕育失败，核心原因是资本逐利加上人性贪婪。这和能持续赚钱的方法，只要被太多人知道，太多人模仿，就会慢慢失效。马克思在书里举过一个他亲身经历的例子，上世纪80年代，他刚开始做垃圾债投资时，这个领域很少有人关注，年化收益能到 15% 以上，而且违约率不高，靠这个策略赚了不少钱。但好景不长，看到垃圾债赚钱，银行、基金、保险公司都涌了进来，大家抢着买垃圾债，把价格推得越来越高，收益却越来越低。原来 15% 的收益慢慢降到 6%。 更糟的是，为了抢项目，很多机构开始放低审核标准，给资质更差的企业发债，最后导致违约率飙升。原本赚钱的垃圾债策略突然就不赚钱了，甚至亏了钱。这就是成功周期的第一个陷阱。成功的方法会吸引太多资本涌入，把赚钱的机会变成亏钱的陷阱。咱们身边这种例子也很多。2020年消费基金因为业绩好，一年涨了 40% 以上。2021年全市场发了几百只消费基金，资金全堆在消费股上，结果消费股估值涨到历史高位。2021年下半年开始跌，很多消费基金亏了 20% 以上。2021年新能源基金火的时候情况也一样，大家都买，结果2022年新能源板块跌了 30%，
之前赚了钱又吐了回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资本是逐利的，哪里赚钱就往哪里冲。但任何资产的赚钱空间都是有限的，太多资本挤进来，就像太多人挤电梯，电梯会超载，最后谁也上不去，甚至会出故障。马克思把这个现象称为拥挤交易。太多人做同一件事，就不再赚钱了，而最容易陷入拥挤交易的，往往是那些过去很成功的策略。因为大家看到别人靠这个赚了钱，就觉得我也能赚，结果一起把路走死。成功周期的第二个陷阱是，成功会让人过度自信，忽略周期的风险。人一旦靠某个方法赚了钱，还容易觉得自己掌握了永恒的真理，忘了周期会变，市场会变。马克思在书里提到过一个他观察到的现象，很多基金经理连续3到5年跑赢市场，就会变得特别自信，觉得我比市场聪明。譬如原来做价值投资的看到成长股涨得好，就跟风买成长股；原来谨慎控制仓位的，开始加杠杆扩大规模。结果等到周期转折，比如成长股跌了，杠杆爆了，这些曾经成功的基金经理业绩会一落千丈。有个真实案例特别典型，2000年前后，有个基金经理靠投资科技股，年化收益超过 30%， 成了当时的明星经理。他觉得科技股是新范式，不仅把基金里 90% 的钱都投在科技股上，还加了2倍杠杆。结果2000年科技股泡沫破裂，他的基金不仅亏光了之前赚的钱，还把投资人的本金亏了 60%， 最后基金清盘。马克思评价这件事时说，成功会让人忘记周期，以为自己能摆脱周期。咱们普通人也一样，比如靠买某只股票赚了钱，就觉得这只股票永远涨，把所有钱都投进基金赚了钱，就觉得这个行业永远好，不管估值多高都敢买。其实这不是懂投资，成功本身会让人放松对周期的警惕，而周期最擅长在这个时候给人致命一击。但反过来看，失败也会孕育成功，这是成功周期的另一面。为什么？因为失败会清除拥挤的资本，让被低估的机会重新出现。比如某类投资策略亏得很惨，纷纷撤出资金，结果这类资产的价格跌得很便宜，估值到了历史低位。同时，原来靠这个策略赚钱的机构要么倒闭，要么转型，竞争变少了，剩下的机构反而能以低价买到优质资产，后面周期回暖时就能赚大钱。马克思的橡树资本就是靠从失败中找机会起家的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美国房地产基金亏得清盘，大家都不敢碰房地产。但马克思团队发现，很多优质的房地产项目，因为开发商没钱，价格跌了 50% 以上，而且没人抢。他们趁机逼价收购这些项目，等房地产周期回暖，房价涨回来，赚了几倍的钱。后来2008年金融危机，他们又用同样的方法低价买了很多违约的债券和烂尾楼，后面又赚了大钱。这就是失败孕育成功的逻辑。失败会把太多人吓跑，把太贵的价格打下来，留下的人就能捡到便宜货。就像2022年 A 股的价值投资策略亏得厉害，很多价值基金的净值跌了 20% 以上，大家都赎回价值基金，转而去买成长基金。那些坚持价值投资，没被失败吓跑的人就赚了钱。这里的反常识点在于，大家都觉得成功要复制，失败要远离。但事实是，成功难复制，失败里藏机会。因为成功时机会已经被太多人抢了，机会反而没人要，成了被遗忘的宝藏。往往是那些大家都觉得会继续失败的地方，因为所有人都避开，价格才会便宜，赢面才会大。总结一下成功周期的规律，任何成功的投资方法、资产策略，
任何失败的投资方法、资产策略都会因为资本撤出而变得赚钱。成功和失败像钟摆一样摆动，没有永远的成功，也没有永远的失败。理解了这个规律，咱们就能跳出追成功必失败的误区。比如看到某类资产某个策略最近很成功，别盲目跟风，要想是不是太多人做了，要想是不是没人做了，价格是不是便宜了。这其实是周期规律的延伸，成功和失败也是均值回归的，涨多了会跌，跌多了会失败，失败多了会成功。而要想在成功周期里做长期赢家，关键就一句话：成功时别骄傲，盼到拥挤就撤退；失败时别气馁。这和咱们前面聊的逆向操作、周期定位本质上是一回事，只不过把周期的视角从经济股市延伸到了成功本身。到这里，咱们把周期的核心逻辑都拆解具体周期，再到应对周期的实仓。其实全书最核心的一句话，马克思在书里反复强调，我们投资失败往往因为觉得这次不一样，这次后来才发现这次还一样。周期永远在，只要我们敬畏周期，理解周期，就不用在市场里追涨杀跌，慌慌张张了，这样就能做市场里的长赢者。聊到这里，咱们对周期的认知大概已经从看不见的威胁变成了摸得着的伙伴。很多人一开始怕周期，觉得它像个喜怒无常的敌人，涨的时候让人贪心，总在不经意间打乱投资计划。但跟着马克思拆完周期的规律，拆解9种关键周期，再到应对的实操和成功本身的周期，你会发现周期从来不是要跟我们作对，它更像一位不善言辞却真心为你好的朋友。它的波动不是要伤害你，而是在提醒你该调整节奏了。它的极端不是要为难你，而是在给你别人没有的机会。你看，四季更替，春天播种，夏天生长，秋天收获，没人会把冬天当敌人。冬天不是要冻坏庄稼，是让土地休养生息。周期也是如此，经济的下行不是要拖垮我们，是挤掉泡沫，让企业回归真实盈利。股市的下跌不是要亏光我们的钱，是把过高的价格拉回合理，给后来者低价买入的机会。也不是要否定我们的能力，是提醒我们别骄傲，该警惕拥挤交易了。就像马克思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说的，如果没有周期的下跌，我们永远买不到那么便宜的债券，也赚不到后来的大钱。很多人把周期当敌人，是因为只看到它坏的一面，下跌时的亏损，上涨时的错过，但忘了没有周期的波动就没有投资的机会。要是股市一直涨，就没有低价入场的可能，就没有危机后反弹的收益。就像朋友不会永远顺着你，偶尔的逆耳忠言，比如周期提醒你高位该减仓，看似让你少赚一点，实则帮你避开后面更大的下跌。偶尔的低谷陪伴，比如周期让你低位买入，看似让你熬得难受，实则帮你抓住后面的反弹。马克思管理资产几十年，从来不是和周期做朋友。他观察周期的脾气，比如知道情绪会摆向极端，知道信贷会从宽松到收紧，就在窗口关闭前做好准备。他不追求精准预测周期的每一步，就像朋友之间不用事事算尽，只要知道他大概会怎么反应，提前做好准备就够了。估值高了就少买点，情绪慌了就多看看，成功了就多找找机会。对我们普通人来说，不用把周期想得太复杂，不用算复杂的模型，不用精美的数据，只要记住周期是朋友，它会用波动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谨慎，什么时候该乐观，它会用极端提醒我们别跟风，别贪心，它会用成功和失败的交替帮我们戒掉永远赢的幻想，守住长期活下来的底线。最后回到马克思的那句话，
既然绕不开，不如和他做朋友，顺着他的节奏，借他的力量，在投资路上走得稳一点，远一点。能陪我们穿越一次又一次市场波动的，从来不是运气，而是这位始终存在的周期朋友。